到我们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 杨台新律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疫情期间在家工作，如果在家工作时间内受伤了，是否算是一个工伤 Workers' Compensation 的这个 claim 呢？简单来说，答案是的，的确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也并不是每一个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的受伤都可以造成是一个工伤。简单来说，工伤保险是一个加州所有的雇主都必须要有的一个项目。雇主们可以透过州政府 State of California 或者是私人保险 Private Insurance 来去得到这个项目的保险。但是州的法律是规定所有全加州的雇主都必须要有这么一个保险项目的，就是劳工工伤保险 Workers' Compensation。 这个状况之下呢，如果是员工在家工作的话，而在家受伤了，能否能够造成是一个工伤的 claim， 有几个不同的因素在内。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是否是公司的正式的一个规定要让员工在家工作呢？那么这个第一个因素，我相信在疫情期间是很容易达到的，应该说有许多状况之下是必须要在家工作的，所以我相信这个第一个关键点在疫情期间的确比较容易达到。第二点就是公司请员工在家工作的时候，是否有要求员工要事先告知家中的某一个部分是作为办公室来使用呢？如果有的话，那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工伤的这个风险程度。打个比方，假设我今天把我的这个卧室这个部分作为我的在家办公室，然后呢我中午时间去楼下抱小孩，结果在抱小孩的期间不小心扭了腰。在这种状况之下，我如果向我的雇主申请这个工伤保险，当然雇主是有义务要让我去申请的，但很可能保险公司会把这个 claim 给拒绝掉，在那个状况之下。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工作范围是在我的办公室，然后我受伤的地方并不是在我的办公室这里。第二，我受伤的状况呢，也并不是因为办公打字而受伤，而是因为我今天去楼下抱了我的小孩。第三个关键点就是雇主是否在员工在家工作的期间有告知员工这个 ergonomics 的重要性呢？所谓的 ergonomics 就是打个比方，打电脑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这个 setup， 这样子打字或者是坐姿都会比较正确，避免因为长时间坐在那里打字而手或肩颈受伤。如果今天公司有去事先关注员工这一点，然后让员工可以把办公室里的这个桌椅或者是这个 computer setup 搬到家里使用，那基本上可以降低这一类型的工伤风险。最后一点就是雇主是否有告知员工，要是的确在家工作有疑似工伤的状况，必须要立刻提报给这个工伤保险呢？如果雇主有这样子的相关规定的话，通常相对来说也可以减低工伤类型的风险程度。最后一点小小的提示，就是今年在加州有一个新的法律，我们之前另一个视频内有提到的这个 SB 1159，这个新的法律就是说，要是员工在3月19号之后感染了，那基本上工伤保险这个部分会事先假设是因为在工作场合上得到的。不过换句话来说，要是员工在疫情期间完全是在家工作，那当然这一类型的工伤风险算是比较低的，因为雇主在那种状况之下可以清楚地证明员工并不是在公司的范围内去感染到这个疫情的。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